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不是意外，譚松韻失聲背後，連許凱都當場慌了。在燈光璀璨、掌聲如潮的慈善晚會現場，原本該是一段溫柔而圓滿的夜晚，卻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失聲，被永遠地定格在無數觀眾的記憶裡。那一刻，舞台上的時間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，音樂仍在流淌，可歌聲卻戛然而止，留下的是令人心碎的靜默。那天晚上，譚松韻的名字早已在觀眾席間低聲流轉。作為兼具實力與親和力的演員，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自帶溫度。更何況，這一次，他選擇在慈善晚會上獻唱一首情感濃烈的抒情歌曲。對粉絲而言，這不僅是一場演出，更是一次心與心的相遇。當他身着簡約而優雅的禮服走上舞台，燈光溫柔地落在他身上，仿佛為他披上了一層月色。前奏響起的瞬間，觀眾屏住呼吸，期待那熟悉而溫暖的嗓音。最初的幾句，他唱得很輕，卻依舊動人。然而，大約45秒後，異樣開始顯現。他的聲音逐漸變得微弱，像被風吹散的羽毛。緊接着，在一次換氣之後，歌聲徹底消失。他仍然張着嘴，努力發聲，可舞台上只剩下伴奏的旋律。那一刻的尷尬與心痛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他下意識地再次嘗試，眼神裡閃過一絲慌亂與不安，卻依舊堅持站在原地。觀眾席中最先站起來的人是許凱，鏡頭捕捉到他瞬間失色的表情，那不是表演，而是純粹的驚慌。他幾乎要衝向舞台，卻被身邊的工作人員攔住。這一幕在網絡上被反覆播放，很多人說，那一刻的許凱不是明星，而只是一個擔心朋友安危的普通人。長達45秒的沉默，對直播來說如同漫長的一生。最終，導播切入廣告，舞台燈光暗下，音樂停止。觀眾尚未反應過來，故事已經轉入後台。在那裡，譚松韻終於崩潰了。有人看到她眼眶泛紅，雙手微微顫抖。醫護人員很快趕到，空氣裡彌漫着緊張與不安。隨後，專業聲樂老師的分析在網絡上傳開。有人指出，那一瞬間的完全失聲，很像聲帶因疲勞或感染而出現的功能性障礙。再結合後台醫生的診斷，嚴重呼吸道感染與急性喉炎，一切似乎都有了答案。問題不在於他沒準備好，而在於他太勉強自己了。後台流出的說法並不一致，有人說許凱情緒激動，責怪他明知生病還要上台；也有人說他脫下外套披在他身上，低聲安慰他不要再逞強。或許這兩種說法都是真的，因為真正的關心有時既包含心疼，也夾雜着焦急與責備。事件發生後，許凱整整48小時沒有更新社交平台，直到第3天，他發出一段簡短卻意味深長的文字，大意是：健康永遠比合同、比金錢重要。沒有點名，卻句句有聲。粉絲們讀懂了那份無聲的抗議。譚松韻一直以來都是溫柔治癒的代名詞，她很少訴苦，也不輕易示弱。正因如此，當他在舞台上失聲的那一刻，才顯得格外令人心疼。那不是失敗，而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，在聚光燈下被迫顯形。事件迅速發酵，矛頭不再指向藝人，而是轉向背後的管理團隊與整個行業生態。為什麼生病的人依然要被推上舞台？為什麼敬業常常被等同於透支身體？這一次，粉絲們選擇不再沉默。也許譚松韻那天沒能唱完一首歌，卻唱出了許多人心底的疑問。也許許凱那一刻的慌亂，
比任何聲明都更有力量。舞台會再次亮起，歌聲也終會歸來。但願在那之前，娛樂圈能學會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在掌聲之前，先聽見人的呼吸。那一晚，失去的不是聲音，而是一個行業該重新找回的良知與溫度。在娛樂行業裡，忍幾乎成了一種默認的職業素養。忍疲憊，忍病痛，忍委屈，仿佛只要還能站在鏡頭前微笑，一切就不算問題。譚松韻並不是第一個在舞台上硬撐的藝人，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。只是這一次，他的身體率先替他喊了停。很多業內人士後來私下透露，其實在彩排時，他的嗓音狀態就已經不穩定，但他依然選擇上台。原因並不複雜，流程已經排好，贊助、直播、合約，每一個環節都像齒輪，一旦啟動，就很難停下。於是，個體的身體與情緒被悄然放在了最末位。譚松韻身上有一種極其罕見的氣質，不張揚，卻始終發光。她不靠話題博眼球，也不靠鋒芒爭位置。正因如此，她常常被認為好說話能配合，而這種好，在某些時刻反而成了一種隱形的壓力。當她站在舞台中央失聲的那一刻，很多人第一次意識到，原來她也會累，也會痛，也會有撐不下去的時候。那天晚會之後，有工作人員回憶，後台燈光很暗，譚松韻坐在角落裡，雙手緊緊握在一起，像是在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。她沒有大聲哭泣，只是不斷的深呼吸，眼淚卻止不住地往下掉。那是一種成年人特有的崩潰方式，不歇斯底里，卻更加讓人心疼。娛樂圈裡，沉默有時比發聲更需要勇氣。徐凱選擇在風暴最猛烈的時候保持安靜，並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種克制。他沒有參與任何猜測，也沒有回應任何版本的傳言，直到他確認事實逐漸清晰，才用一句"健康比一切都重要"作為回應。短短一句話，卻讓無數人破防，因為那不是公關語言，而是一個人發自內心的價值排序。輿論的轉向並非偶然，粉絲們並不是因為一場演出事故而憤怒，而是因為看見了太多類似的引人與重複。他們開始翻出過往採訪，發現譚松韻多次輕描淡寫地提到熬夜連軸轉，也開始質問團隊，為什麼在明確身體不適的情況下，依舊讓他站上舞台。這一次，心疼終於轉化成了行動。每一次爭議都是一次裂縫，而裂縫的意義在於讓光照進來。這場風波之後，越來越多業內人士站出來，談及藝人健康保障、行程密度、醫療支持等長期被忽視的問題。雖然改變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但至少話題終於被擺上了台面。而這一切源於那45秒的沉默。後來，譚松韻通過文字向公眾報平安，她依舊溫柔，依舊感謝所有人的關心，字裡行間沒有一句指責。但所有人都明白，那次失聲已經成為她職業生涯中一個無法被抹去的節點，不是污點，而是提醒。也許真正成熟的舞台，不是永遠燈火通明，而是懂得在必要的時候為人停留。如果那天流程可以暫停，如果健康可以被放在首位，如果敬業不再等同於犧牲，那麼或許就不會有那樣令人心碎的瞬間。譚松韻的失聲並不是一個關於意外的故事，而是一個關於人的故事，關於一個努力、不爭、不喊痛的女孩，關於一個在台下失措卻真實的朋友，也關於一個需要慢慢學會善待人的行業。願下一次，當音樂響起時，歌聲能夠完整。也願每一個站在光裡的人，都不必用身體去換掌聲。有些沉默是為了被聽見，有些失聲是為了讓世界學會傾聽。